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鹏说天下，我是小鹏。好久不见啊！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最近大火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将近1周都没有更新了，因为我最近也在玩黑神话，花了几十个小时，终于打完了整部6章的游戏，基本上打了所有的 BOSS， 开了4个隐藏地图，做了瓜田的支线任务，解锁了梅山，打了2当神，最后达成了不带紧箍咒的第2个好结局，跳出了宿命周期率，不做斗战胜佛。只做齐天大圣。黑悟空从发售到我做视频为止，已经突破了1000万的销量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也突破了200万，超越了幻兽帕鲁，仅次于 PUBG， 位于第2。这还是没有算 WeGame 平台的，要是算上国内平台统计，数据应该还会更高一点点。可见庞大的人口基数一旦被调动起来，还是挺可怕的。黑神话作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国产的第一部3A 游戏，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还是令人欣慰的。而且玩这么多年外国游戏的中国人，第一次玩到自己的国产游戏，肯定也很开心。几年前出了一部中国古风的多人联机游戏，叫《永劫无间》，在某些方面和黑悟空有一些共同点。至于上一次国产的单机游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斩妖行》和《烟火》，这俩都是2D 的小游戏，我也都玩过。体量确实相差比较大。再往前推10几年、20年的，大家应该知道有部游戏，它叫《造梦西游》，也是用的西游大 IP。玩那个游戏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1年级。它是一个在4399小游戏上面玩的一个网页游戏。以上基本就是国产游戏的大概历史，没有什么特别浓墨重彩的地方。直到8月20号，横空出世一个黑神话悟空，引发了全世界关注。在我看来啊，这次黑悟空大卖，比咱们在奥运会上拿多少枚金牌实际意义都大得多。我作为一个重度单机游戏玩家，虽然说不上资深，但是我在上大学以后基本上玩过市面上所有的值得一玩的 PC 游戏，基本上你能说得上名字的单机游戏我全都通关过。联机游戏里面，我 PUBG 也有2000多小时时长， Apex 1000多。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先主要简单讲一下游戏内容，用我粗浅的品鉴手法评价一个这个游戏，给游戏打个分。我再主要讲一下这部游戏大火对于中国游戏行业以中国文化宣传的影响。最后我才大胆预测一下和表达一下我对于中国未来游戏行业前景的看法。好，第一点，首先我要讲一下我花了几十小时玩的这个游戏的体验和评价吧。总体来讲，我觉得游戏还是非常有可玩性的。在玩法和技术问题方面，画面虽然有很多 bug， 很多地形漏洞、空气墙、闪避错判定之类的问题，面对飞行怪物也很难防控，以及跳跃非常鸡肋这种问题，但幸好都不是特别恶性的，不会影响游戏的正常推进。但是说实话，对于从来没有玩过魂类和动作类游戏的玩家来说，这游戏绝对够折磨。刚来玩游戏的时候，抱着一腔热血，估计很快就会被号称萌新杀手的幽魂给浇灭了。至于在游戏画面和战斗机制上面，我看到了很多其他游戏的影子，比如战神、二等法环、对马岛之魂、只狼、黑魂和永劫无间。因为黑悟空它是建立在战神和荒野大镖客等一众3A 先驱的肩膀上开发的。当然，我能拿这些游戏出来对比，已经说明黑悟空具备了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传统3A 碰一碰的实力了。游戏设计师杨奇在接受南方网的采访中也说过，当时制作的时候就是要对标和参考战神。总之，黑悟空的玩法肯定不是顶级的，但是绝对有特别多可玩的地方，玩法也比较丰富，绝对属于年度值得一玩的游戏之一。接下来说一下艺术和剧情方面，游戏里面融合了大量的中国传统元素，就是中国人一看一听就特别熟悉的那些东西。中国的古建筑、雕栏玉砌、亭台楼阁，中国人传统音乐、二胡、唢呐、三弦以及陕西的秦腔，这一波文化冲击绝对比花几十亿、几百亿弄什么孔子学院来得快得多，有效得多。让外国人见到真正的中国文化是啥样，至少也能让他们对这个有历史的神秘的东方古国产生一些好奇。游戏的剧情基本取自作者金河在的《悟空传》，也就是讲了《西游记》西天取经之后的事情。
而隐藏地图里面用的是《西游记》本体中的故事，比如旧观音禅院和黄风岭。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次游戏制作完全不受以前的那些国产游戏那些政治正确的约束限制，暴力、血腥和色情，这里是应有尽有。我想说，要是按照以往的规定，那个无头人就绝对过不了审，而且血液的颜色也得是绿色，骷髅也不能出现，得叫铁皮。我记得部落冲突在被腾讯收购以后，就分为了国际服和国内服，里面的骷髅法术就改名叫铁皮法术，颜色也从红色变成绿色。如果黑悟空里面血全是绿色的，无头人也必须变成有头的，叫灵吉菩萨。这游戏还能玩得下去吗？就直接从写实游戏变成科幻卡通游戏了。所以啊，这次审核它网开一面，对于黑悟空的成功功不可没。黑悟空的成功同时也说明了政府他没事别瞎管，有些东西你不管啥事没有，你管了之后反倒让某些人权力更大，滋生腐败，让这些本应该成功的东西销声匿迹。最近网上不是有段话挺流行的吗？一个公务员说的，原话是说句难听话，扶持一个企业我真没那个本事，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抓住一点问题一放大，这个企业就完了。说句难听话，扶持一个企业我真没那本事，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抓住一点小问题一放大，这个企业就要垮，是吧？还有关于游戏的介绍，最后我不得不说的就是，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能玩到这部游戏呢？限制人们玩游戏的大概率不是那个268游戏本体，而是以下2点：第一个是有强大性能的台式机或者顶级的游戏本；第二个是非常充足的自由时间。我先讲一下性能问题，由于目前游戏优化不是特别好，导致这个游戏需要非常强大的 PC 性能，这就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了。我有一个朋友，甚至为了玩这个游戏，新配了一台台式机。他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这些醋包的这顿饺子。我目前自己用的台式机就是13700KF CPU 和6950XT 的显卡，几乎是次旗舰的配置。但是在玩游戏的时候，还是频繁的出现卡顿、跳帧、各种 bug， 在 4K 的情况下只能跑到40帧到60帧，说明目前游戏优化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可能我这个 A 卡适应性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这个配置的电脑。据我观察，我身边很多人为了玩这个游戏都选择去网吧，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钱解决，实在不行花个1万2万配个电脑。但是第二个问题，有充足的时间、自由时间，可就不是说解决就能解决的。黑悟空它是一个类似于魂类的游戏，里面的 BOSS 几乎每个都难度不小，就算是主播和职业选手，想要速通都不现实。更何况一个普通人想要打完整部游戏，少说也要花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学生党要是在家正好没开学，而且没有任务的话，那可能确实可以花几十个小时玩一下这个游戏，甚至再多花点时间整个全收集、做周目、铂金奖项啥的。但要是打工人呢，他们真能在每天996的情况下，抽出几十个上百小时去体验一下、享受一下被虎先锋和亢剑龙虐待的过程吗？我对此还是表示怀疑的啊。第二点，其次我要讲一下这一部游戏大火对于中国游戏行业以及中国文化宣传的影响。这次黑悟空和之前所有游戏的不同之处就是黑悟空在海外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卖到了海外，让很多外国的玩家了解甚至喜欢上了这个游戏，在海外市场也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就像我在第一部分说的，这一波文化冲击绝对比弄个什么孔子学院有用的多，是真正能让外国人见到中国文化的，至少让他们对于这个神秘的东方国有一些好奇，比奥运会拿多少枚金牌实际意义都大得多。到这儿，我们先不妨大胆对比一下20年前我们对于游戏和游戏行业的态度。为了防止青少年沉迷游戏，2000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7部门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开始了针对国内游戏机市场的治理工作。在该意见中规定，自本意见发布之日起，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生产、销售即行停止。任何企业个人不得再从事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的生产、销售活动。以上就是大名鼎鼎的游戏机禁令。当时国际上在干嘛呢？蓝白机、任天堂、Xbox 360以及索尼的 PS 都在蓬勃发展。我们呢，就像当年闭关锁国一样，错过了工业革命，而这次是错过了游戏革命，进而错过了硬件和芯片的发展。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任何人想到20-30年之后，
这对于游戏的意志节令会像回旋镖一样，如此精准地命中我们的眉心吧。当年我们限制了游戏产业，也就限制了高性能游戏强大的发展，同时导致芯片开发减缓，最终导致了在 AI 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落后，被卡脖子。我想说啊，这个结局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命中注定的事儿。因为大政府它在事无巨细、啥都管的情况下，难免会发生这种倒反天罡、违背自然规律、风调雨顺也能饿死人的情况。在前苏联和朝鲜，这种事儿也不少发生。但是如果把这些事儿都交给市场来调控，政府只是做出适当和必要的规范的话，那么当年必然会有海量资本涌入这个领域。因为资本和生意都是趋利的，没有放着钱不赚的道理。那么至少情况不会像今天一样恶化，至少不会从零开始追赶。当然，时代的下一个节点、下一个热点、下一个趋势是啥，我也不知道，也没人知道。但如果想正确选择、正确发展的话，我希望还是把权力交给市场、交给人民，让他们去选择。因为我们实在是承担不起再错过一次的代价。再其次，我还要讲一下黑悟空对于中国文化宣传的巨大影响。这部游戏肯定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外国人对我们刻板印象。就比如一个笑话，很多外国人都以为孙悟空这个角色是日本的，因为当年风靡全球的《七龙珠》里面就用了孙悟空这个角色。很显然他们都没有看过《西游记》，所以想要发展，我们必须扩大开放，让外国人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文化，让外国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我们。就算接受不了，也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这个对于出口和国际合作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要招那么多非洲来的黑人留学生，资助他们钱，给他们奖学金，甚至还给他们找女伴，不也是花钱赚吆喝来增加国际影响力吗？黑悟空这个游戏的大卖，它不仅挣钱，还增加了影响力，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这次还真是像那些粉红爱国正能量说的，中国赢2次那种双赢。接下来我们不妨参考一下我们的邻居韩国情况。韩国目前在媒体娱乐方面影响力绝对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韩剧比如《鱿鱼游戏》和《顶楼》，韩国的电影比如《釜山行》，韩国的偶像 idol 以及韩国的各种游戏，对于他们的文化传播都是至关重要的。就财政支持来看，进入21世纪，韩国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投资和文化财政预算逐年增加。2000年，韩国文化预算首次突破国家总预算的1%，后来一直保持在1%以上，预算额总体上升呈快速增长趋势。2021年，韩国文化财政预算达到61.3亿。所以说，韩国政府不仅没有打压娱乐业发展，反而疯狂补贴。所以韩流成为目前这种顶流，大家也不禁感到惊讶。我们再来看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台湾。1995年，台湾大宇开发出大名鼎鼎的《仙剑奇侠传》。要知道，和《仙剑》同一水平、同一时代的，第一个是暗黑破坏神，第二个是魔兽争霸。但是呢，后来大宇做游戏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就一直守着一个仙剑的 IP 做换皮游戏。结果呢，做那两个游戏的暴雪依然巨头，但是大宇这个公司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了。以邻为鉴很重要，取长补短，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封闭还是开放，这是个选择，而路就在我们脚下。最后，我再大胆预测一下中国未来游戏行业的前景，同时表达一下我的担忧。我的看法是，这部精良制作的《黑神话：悟空》应该注定是国产游戏未来数年甚至10年里的昙花一现。这里面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目前国内的游戏环境实在是一言难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现一个黑神话实在是奇迹，所以我特别敬佩游客这个公司和同济和杨奇这2个管理者、制作人。因为目前国产游戏还是趋向于无脑氪金圈钱，主打追求速度和短线。游戏最快的最慢花1-2个月也能制作出来，拿到版号后就发行，然后必须迅速回本，因为用不了多久游戏寿命就会耗尽。这个时候游戏厂商一般也都回本了，然后继续开发下一部游戏，或者直接跑路。这里面主要的原因就是政策的不确定性。我们要知道，资本和投资最讨厌的就是朝令夕改的政策。一个黑神话投资好几个亿，甚至是好几十个亿，宣发再好几十个亿，加起来就100个亿，这是起码的。万一做完了版号不给，无法发行，那这100个亿就打水漂了，100个亿啊，这样谁还敢投资啊？而一个3A 游戏开发周期动辄就数年，甚至数十年，在这样的游戏环境中，
谁敢承受这么大的时间成本？所以也不能怪腾讯不去开发这种3A。开发3A不挣钱呢，腾讯它也是出于自身发展和自保的角度来考虑。有人可能不知道，开发黑悟空的尤科本来就是腾讯的人马，后来因为理念不合才出走，自己成立公司继续制作黑悟空。腾讯的理念一直就是短平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因为谁知道明天会发生啥呀？一个像腾讯这么大公司，有风险管控意识是最起码的。还记得疫情时期发布的，在 Steam 发布的小游戏，大多数嘛，在 Steam 发售第2天就下架了，原因不明，但原因也心知肚明，也不需要我再多说啥，不符合主旋律，不正能量的。而游戏科学它敢赌一把，它靠的就是自己想要做一个像样的3A游戏的理念、理想、信念。但是像他们这种有理想而且有能力，多久才能出现一个呀？而且要多久才能成功一次？第二个就是目前甚至中国游戏发展的一个关键技术性因素，还有个大的就是游戏开发引擎。黑悟空最初用的是虚幻4引擎开发的，在2021年开发到20%的时候，虚幻5引擎上线了。当时风七就决定改换高性能的新引擎，从头开始制作。他在采访中明确指出，幸好是开发到20%就有新引擎了，如果再推迟个1-2年才有的虚幻5，他可能更加纠结要不要换新引擎。而这2个游戏引擎都是 IP 公司的，另一个体系中大名鼎鼎的巨头 Unity 也是美国公司，它的软件是 Unity 3D， 恐怕很多工科大学生都用来做过一些小游戏。这就是游戏引擎，我想恐怕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过，就像操作系统和芯片一样，很有门槛，也是我们应该纳入考虑范围的一个东西。视频最后我想说啊，我做自媒体有段时间了，经过思考，我还是觉得我不想只是单纯的表达一些我的看法和情绪，而是想更多的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不然整天跟怨妇一样，只能抱怨，啥也做不了，这不是我想要的。虽然我说的话可能没有人听得见，听见之后也没人采纳，但我觉得说的总比不说强，至少能让我思考，能让我变好点。如果有人听到，说不定也能有些启发。我的重要观点都是在经过思考、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我才讲出来。至少我能保证我说过的话都是过脑子。大家没事儿，如果愿意听的话，也可以没事儿看我视频，听我胡说。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评论，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